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海邊的舟屋，緩慢駛過的海上列車，還有與大海相伴生活的人們。如果不說這是哪裡，你會覺得是京都嗎？大多數人熟悉的京都是古寺與神社，而在京都北部的海岸線上，卻藏着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風景。今天就去看看京都鮮為人知的一面——海之京都。现在是早上7点15分，在京都站。今天打算做这個特輯，去到京都的海邊區域逛一逛。京都府在地理位置上呈現西北東南的狹長走向，最為著名的就是東南部的京都市。而在京都府的北部，隔着群山分布着許多與京都市截然不同的小鎮。從京都站出發，向北穿越丹波山地，就能到達京都的日本海沿岸。這裡沒有擁擠的觀光街道，取而代之的是漁港、舟屋與海邊的村落，而這片區域也被稱為海之京都。從京都站大概坐了1個小時40分鐘左右的車，現在已經來到了西武賀。在這個站要換乘京都的這個丹後鐵道，去坐丹後鐵道的宮武線去到京都的海邊。今天天氣非常的好，很漂亮。京都丹後鐵道，第一次來坐，還是挺期待的。今日も京都丹後鉄道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ただいまの改札は9時44分発、普通列車豊岡行きです。宮津天野吉立。現在到的是一個京都海邊的小站，叫做丹後遊梁站。這邊有一個地方可以看到電車在海上的橋上運行。這個車站完全沒有人，而且這裡的海風還是挺大的。這裡往前走就是這個遊梁川橋了。在遊梁川橋的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丹後電鐵在這個海上運行的樣子。走過去看一下，大概要走15分鐘左右。它的车站建築物還是挺漂亮的，
2個三角形堆在一起，加上一個圓形的窗戶，還挺有幾何美的。现在到的是京都丹后地区的天桥立站。天桥立是日本3景之一，这里也是比较有名的一個風景區。但是今天不會在這邊逛，因為等一下要坐巴士去到今天更加靠近海的伊根町這個地方。大概從天橋立站坐車是1個小時左右。早上7點半從京都站出發，坐電車加巴士，大概經過4個多小時，終於到了這個地方——伊根町。伊根的舟屋，這個地方是一個漁港，但是也是屬於京都的，是海邊的京都。在這一帶逛一下，這個地方完全想象不出來是京都的樣子。伊根町被許多人認為是最能代表海之京都的地方。這裡最有名的是沿着伊根灣分布的200多棟舟屋。與普通民宅不同，舟屋的1樓用來停放漁船，2樓則作為居住和儲藏空間。早在江戶時代，這裡就因漁業和海上貿易而逐漸繁榮，人們依海而居，以海為生，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幾個世紀過去，許多舟屋依然保留着原有的樣貌，靜靜展示着這座海邊小鎮的歷史。相比京都市的古寺與神社，伊根町卻是另一種京都，一種與大海相伴、延續至今的風貌。現在上了一個船，然後去遊覽這個港口。右に5分、左に5分ぐらいのエリアで完結してます。お土産屋があったり、カフェがあったり、レストランがあったり、それこそ公衆トイレがあったりするのもここだけです。And then, so in the bay they have two areas. It's a tourist area. One is a natural area. And the tourist area is left side.
all this area is this area tourist area. Yes. Have toilet, have tourist center, have cafe, restaurant, and any gift shop and any. And it's all this side. で今伊根町は人口が増えてきて、といっても1800人ぐらいですけど、まあ、ちょっと人口も増えてきて、今消えゆく町ランキングから抜け出したんですよ、伊根町。そんな失礼なランキングがあるんだみたいな話ですけど、そういう感じで、伊根町も昔はもう長男は必ず漁師を継げみたいなことが多くて、そうなかなか伊根に定住っていうかね、まあ、都会に出ていく方が多かったんです。まあ、僕もそのうちの一人ですけど。刚刚的伊根湾游览船大概是20到30分钟左右，环绕了整一个这个伊根湾，然后船长还有一些详细的介绍，还挺不错的。然后这边望过去的这一块片区，刚刚船长说就是伊根这边的人大部分人居住的地方，然后因为那边没有巴士停靠，所以呢游客很难到达。游客游览的片区其实就是在伊根湾的内侧，就是这个片区。整一个船屋的这个街道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逛完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實是遊客跟當地居民還是比較隔開的一個狀態。接下來準備去那個遊客去的街區附近逛一下，那裡面有一家咖啡店和一家餐廳，但是因為整體這裡規模都比較小，店鋪也比較少，所以那2家店據說排隊排很久，但是也要解決一下午飯問題，所以準備過去看一下。這個港口這邊真的很舒服，今天天氣又好，坐在這邊可以感覺喝咖啡發呆一下午。現在已經走到這個街道裡面了，然後在這個畫面的右側就是靠近伊根灣的地方，然後左側是山的地方。靠近山的地方呢，就是人居住的，然後靠近這個海灣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用來停船的。這條街道很小，然後呢，這裡的房子好像都是木造結構的。但是整體的這個房子的氛圍感還是有一點像京都的。然後這邊是這個船屋可以進去參觀的，一個人200日幣，進去看一下。叫做信陽丸，應該是這艘船的名字。這個水已經在這個屋子裡面了，然後船就停在這上面。這邊就是這個船屋的出口了。
它這邊還展示了很多捕魚用的一些用具，有很多。参觀完了，接下來準備去吃個午飯，然後再稍微逛一下。其實這裡的遊客並不是特別的多，就是可能走在這個街道上的大概就2、3人、4、5人路過這樣，所以整體逛起來還是挺不錯的。除了交通稍微有點不方便以外，其他都很好。再沿着這條路往前走一走，然後是在這個白房子往前的地方呢，是他們這裡的漁業協會。从北部面向日本海的海之京都，到京都市千年古都的歷史街景，京都展現出了與人們印象中截然不同的多元化魅力。壯麗的海岸線、漁港小鎮等自然景觀，與古老的寺院神社、傳統街巷，共同構成了京都獨一無二的個性。而沿海建造的舟屋、寧靜的漁港和緩慢的生活節奏，讓海之京都保留着最原始的生活樣貌。或許正是這些遠離喧囂的海岸小鎮，為京都增添了另一種獨特的魅力。下次來到京都，不妨離開人潮擁擠的古都，來看看這片被大海擁抱的京都。感謝各位的觀看，我們下個影片再見。